美國人真會炸，太可怕了！重建烏克蘭不是去幫他蓋房子、修橋、蓋發電廠、修鐵路，是叫他去投資資料中心跟 AI 產業。這哪門子的重建？今天就慈禧太后也不敢這樣玩。咕咕咕，大聰明！我告訴你，討論這個沒有用，因為司機已經拒絕了。I have a big brain. I have a big head. I know everything. You are idiots. You are so stupid. I'm the smartest. Huh?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Here's 泽連斯基真是糗大了，一味的相信美国，最後直接被賣了。21號，華府傳出川普政府跟俄羅斯商討了一份結束俄烏戰爭的28點和平方案，要求烏克蘭在27號之前同意這個方案。整體來講，對烏克蘭相當不利。面對這28點的談判，澤連斯基說這是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之一，面臨失去尊嚴或失去美國的抉擇。他表示，我們不會給俄羅斯任何機會，但我們也不會接受喪失自由與主權的協議啊。如果照這樣講，那這份協議是肯定要拒絕的。那川普也否認撤回對俄國的制裁，強調不會放鬆任何措施，並稱普丁沒有想要更多的戰爭，正在承受懲罰。那美國有沒有事先告訴歐洲盟友呢？沒有，這歐洲人慌的一批啊！德國總理 Merz、法國總統 Macron、英國首相斯塔默三邊非常的震驚，並重申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那這件事到底性質有多麼的惡劣？第一句叫廢話，烏克蘭的主權將會被得到保障，那不保障難道烏克蘭要亡國嗎？第二個，俄羅斯、烏克蘭、歐洲將總結出一份全面互不侵犯協議，過去30年縮減不斷理還亂的爭端視同解決，這就笑話啦！你美國跟俄國談了一份關於烏克蘭還有歐洲的協議，最可笑的事情是歐洲甚至都不在這個協議的旗子上面了，這整完了，所以他完全不把歐洲放在眼裡，結果內容是把歐洲給包了，然後歐洲人完全沒有談論的機會。重點來了，烏克蘭也沒有談論的機會，非常之可悲，還要把過去30年柬埔寨理還亂的爭端視同解決，什麼意思？相當於北約回到了蘇聯解體之後的狀態，烏克蘭要回到1995年庫契馬總統的時代，跟俄羅斯簽了友好合作夥伴條約，同時跟俄羅斯、歐洲、美國保持友好關係，而且在其執政期間，他用俄語在執政，這相當於是一個相對中間，但是又友好俄羅斯的總統，所以包含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通通都要一次性的解決，要退到俄羅斯最舒服的年代。我跟大家保證，這個條約絕對是俄羅斯精挑細選主導的，所以這個合約肯定歐洲會爆炸，因為這是美俄雙方談好，單方面通知烏克蘭，甚至歐洲還是看報紙才知道，能這樣玩嗎？所以這非常的荒謬。再來，預計俄國將不再侵略鄰國，北約也不再進一步擴張。It's expected that Russia will not invade neighboring。我的天，預期 expected 非常軟弱無力。如果預期失效怎麼辦？這實在太扯了。再來，美國居間協調之下，俄羅斯與北約展開對話，創造降溫條件，解決所有安全問題，以確保全球安全，並增加合作未來發展經濟的機會。我的天，連經濟發展機會都給了，相當於要解除制裁，不然什麼叫做 increase opportunities？ 這一條是我覺得最誇張的。第一條叫屁話，第二條叫做一條定終身，回到俄羅斯最舒服的狀態。第三條，爸爸媽媽不要吃胖，會被殺掉。我的天哪，你怎麼知道他會不會吃胖？你怎麼知道未來俄國會打？反正沒重要。緊接着第4條相當於是對第3條做一個補充，為什麼不打？因為未來北約會跟俄國直接談，而且由美國來主導。這一句更扯，美國調控兩邊，問題是美國自己就是北約，這不是球員兼裁判嗎？美國意思就是說，北約所有成員你就聽我的，我跟俄國已經談好了，所以所有事情俄國跟美國說了算，北約就做橡皮图章幫忙蓋章，當當當當當，相當於在一個俄烏的和平協定之下，俄國跳過烏克蘭跟北約對話，烏克蘭完全被踢在外面，俄國還可以參加全球安全事務，還有經濟發展機會。你這個意思是烏克蘭去吃屎是不是？這到底是誰談出來？賣烏克蘭可以這樣賣的嗎？完全被排除在外。我跟你講，這個條約不看還好，越看越淒慘，悲慘到極點。而且這個合作條約要成，如果俄羅斯不同意也沒屁用。
Ukraine will receive reliable security guarantees. 烏克蘭將會收到可靠的安全保障。這就講屁話，為什麼？你要確認它的主權，你得提供安全保障。但問題是，如果我不提供保障跟主權，那這一條條約簽個屁，直接叫烏克蘭亡國算了。再來，烏克蘭會被限制在60萬的武裝部隊規模哦。目前烏克蘭的部隊大概120萬，所以等於是整個部隊砍一半，相當的悲慘。那你有個問題說，那60萬部隊也很多啦，不要忘了哦，整個烏克蘭有60萬平方公里，60萬部隊是堪烏克蘭守個邊境就差不多了。而且重點，如果攤開國際地緣政治的地圖的時候，烏克蘭沒有任何重要的天然邊境，充分顯示4個字：無險可守。最大問題就是平到爆炸，只有北邊稍微，但這個也不是什麼大的山脈。如果你透過 Google 衛星去看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叫邊界嗎？各位，請問這個邊界要怎麼守 ？Hello， 這是人工劃界，知道嗎？所以烏克蘭限制它的步兵人數是非常致命的。實質上凍結了烏克蘭真正的有生力量，讓烏克蘭沒有辦法形成有組織的抵抗。再來，烏克蘭同意在憲法中明定不加入北約，同時北約也同意章程裡納入日後不接納烏克蘭的條款。那等於是叫你去死了。根據不完整統計，烏克蘭至少陣亡了20到30萬人，然後傷殘100萬人起跳。烏克蘭打了4年，為的就是加入北約，對抗俄羅斯，結果反手一拍，還直接來一個不准加入北約，荒謬！那這過去幾年在打什麼？這不是白打了嗎？不止白打了，這是賠爆了啊！這完全顛倒了現行烏克蘭的狀況。首先第一個，現行烏克蘭的憲法是要加入北約的，這個是澤倫斯基推動把它納入憲法，而且烏克蘭在所有北約的非成員國裡面，它的合作程度跟強度是所有國家裡面最高的，這個是超級諷刺條款了。再來，北約同意不在烏克蘭境內駐軍，那你未來教官還可以派嗎？現在北約在烏克蘭有大量的國際教官在教導烏克蘭怎麼樣來作戰，包括北約提供了非常多的武器需要訓練，那還可以進去嗎？下一個，歐洲國家戰機將部署在波蘭，這除了讓烏克蘭聽起來安心之外，有什麼用嗎？俄羅斯本來就沒有要打波蘭，這相當於是買空賣空。說真的，這條約李鴻章都不敢簽。再來，美國的保證：一，美國將提供安全保障而得到補償，這是最扯淡的。到現在到底保證了啥不知道，但是補償得先拿。高手，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唯一的就是歐洲國家的戰機在部署在波蘭，但波蘭不是烏克蘭，波蘭是毫無波蘭，不是嗎？第二個，以烏克蘭的主權會被得到確認，誰來確認？不知道。再來，烏克蘭如果入侵俄羅斯，則失去安全。什麼樣的入侵？這裡有一條補充說明：烏克蘭在沒有正當理由之下，什麼樣的理由？怎麼判讀？那什麼是飛彈呢？那我問你，無人機算不算飛彈的一種？是巡飛彈嗎？什麼飛彈？什麼理由？理由的定義是什麼？不知道，沒有任何。你給我 definition 吧，沒有 definition， 這相當於 without cause。俄羅斯只要單方面指責你，這不是理由，扯爆了。而且我覺得中間這一條很賤，好像寫得很對。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in addition to decisive coordinated military response， 什麼叫做果斷協調的軍事回應？我都覺得民進黨這麼會造詞，應該是跟美國人學的啊！我看了那麼多國際條約，那川普政府他媽真屌，發明了一個新名詞。所以北約是打還是不打？攻還是不攻？阻止還是不阻止？所以你說民進黨沒有學到美國爸爸的精髓嗎？至少創造名詞這一段，民進黨還真的學到美國爸爸的精髓了。And all global sanctions， 全球制裁再次啟動 ，will be reinstated， 但是 will be。不是立刻，那這將到底怎麼將？再來第3段更厲害，新領土所獲的承認及從協議所獲的利益全部都會撤銷。如果烏克蘭主權會被確認，那為什麼俄羅斯會得到新的領土呢？所以我跟你講，智庫平常在幹啥不重要，關鍵時刻能出招最重要。來，跟我一起念 ：Ukraine's sovereignty will be confirmed. Ukraine's sovereignty will be confirmed. Ukraine's sovereignty will be confirmed. 從前面談到現在，烏克蘭要割讓領土都沒有談，突然來了一個 recognition of the new territory 會被取消。不是大哥，你要確認人家的主權，你又說人家領土被確認，而且主詞是 Russia， 太猛了。如果烏克蘭主權被得到確認，那政府、土地、人民都必須被得到確認。這份協議先是烏克蘭要改憲法，再來軍隊要受限制，請問他的主權何在？再來他的土地、領土要受到割讓，你都玩到了第10點，還是沒談到烏克蘭領土。
再來，終於來了一條對烏克蘭有一點用處的東西了，但是這也是個廢話。第11條，烏克蘭有資格加入歐盟，並且申請入盟的審議期間獲得短期的優惠歐洲市場准入。所以他有資格加入歐盟，但是資格什麼時候審查不知道。但問題是長還是短？市場准入是什麼樣規模的市場准入？而且俄羅斯從來沒有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因為俄烏之間在沒有發生戰爭的時候，彼此基於過去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國協的協調之下，他們有很多免稅的東西，所以相當於俄國的商品可以通過烏克蘭無痛進入歐盟，所以這是非常扯淡的一個事情。而且烏克蘭之所以不能加入歐盟，是兩大鐵條：第一個，你的財政赤字；第二個，你的貪腐問題。所以這條等於白簽。再來，將有一套強而有力的全球計劃用於重建烏克蘭，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將成立烏克蘭發展基金，投資如科技、資料中心及人工智慧快速成長產業。這所有的細節，如果烏克蘭人懂，我真覺得他真的哭死在桌上，真的是吃乾抹淨，把黑土榨乾成沙漠土的概念。快速增長工業領域是什麼呢？ AI 跟資料中心。我的天，美國人真會炸，所以未來烏克蘭人慘了。要重建烏克蘭，不是去幫他蓋房子、修橋、蓋發電廠、高速公路、修鐵路、修運河，是叫他去投資資料中心跟 AI 產業。這哪門子的重建呢？我的天啊，太可怕了！怎麼可以炸成這個樣子？我真的服了，美國人真的太恐怖了。今天就慈禧太后也不敢這樣玩。再來，這一條更厲害，美國將與烏克蘭合作，共同重建、開發、現代化、改良、運營烏克蘭天然氣基建，包括管線與儲存設施。你以為前面那一條就夠狠了吧？烏克蘭這個國家基本上天然氣並不多，主要是作為管線的連通國。這個玩法相當於是把烏克蘭最後的一個價值都炸，而且它還不是只是炸過路費，因為這些管線在俄烏戰爭期間被破壞得很慘，所以烏克蘭出錢，美國負責重建，而且他要參與基建、管線，還有儲存設施，也是未來烏克蘭人用天然氣啊，這個錢美國人要分，而且他要跟你一起營運，也就是重建要賺，過路費要賺，運營要賺，而且管理也要掌握在手上，這叫做美國全拿。狂到沒邊。再來，共同努力修復受戰爭影響的地區，用於城市住宅的恢復、重建與現代化，所以全部由美國來參與。而且戰爭整個烏克蘭都被炸過一遍，就連最遠的利沃夫都被俄羅斯炸個遍。那未來他要怎麼定義什麼叫做戰爭影響地區？而且你看他這裡還孤影其名 ，joint efforts， 誰 ？Who？ 我就問你，聯合努力什麼意思？因為美國人也不太做基建，美國指定獨享了，他就把 the United States 寫在前面。開放是國際重建的，那你請問誰可以拿？誰決定誰拿？基礎建設的開發，請問礦產和自然資源怎麼開採？誰開採？包給誰了？這不是烏克蘭礦產協議都簽完了嗎？扯不扯？早就賣光了。看到這裡，我還真膽戰心驚。美國人全部都要，他只是很客氣，我 USA 沒給你寫進去。再來，下一條也是很扯。F. The World Bank will develop financing package to accelerate these efforts。我的天，美國人真敢，什麼都要啊！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世界銀行總部在哪裡？華盛頓西北區 H 街1818號。行長 America 洪安杰，了一個印度裔的美國人，看起來很世界，請問世界嗎？世界銀行行長歷任如下：美國，唯一一次不是美國叫保加利亞臨時行長。我真快笑死了，這太誇張了！世界銀行幫你兜底，制定特殊融資方案進行上述工作。我跟你講，這個根本完全被美國人吃乾抹淨，一滴一毫都不剩，而且代表烏克蘭的所有重建的貸款由世界銀行來批，其他地方想要插手還沒辦法，這可能還300年，我看到還不完。如果照這樣炸，烏克蘭可能要把黑土拿去賣了，這比殖民地還淒慘，所有東西炸得一乾二淨了。當烏克蘭被徹底榨乾的時候，對俄羅斯的條件如此之好。第13條，俄國將會重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俄國要重新回來了，最扯的來了，真的會跌破你眼鏡。第一個，解除制裁將分階段，並根據狀況逐個討論與商定。看起來好像 case by case， 逐條的，這等於是美國跟俄國留了一個博弈空間。但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你不解除制裁，俄國會進來嗎？你美國想要和談，你得俄國同意吧？現在俄國在
在整個烏克蘭戰場上打得順風順水的。再來，美國將與俄羅斯簽訂長期經濟合作協議，涵蓋能源、自然資源、基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北極稀土金屬的開採和其他互惠的合作商業機制。扯爆了！在烏克蘭被美國人吃乾抹淨的時候，俄羅斯第一個分階段解除制裁，而且跟美國進行長期全方位的合作，其他能互惠的合作商機，代表這是個開放協議啊。什麼意思？如果俄國覺得不能互惠，他就不執行。當然，美國到時候一定會用制裁來壓俄國嘛。但俄國也因為被制裁那麼久了，也沒咋樣，所以搞了半天，這個協議完全的在爽俄國。最扯的是最後一條，這一條真是所有人都跌破眼鏡。Russia will be invited to rejoin the G8。G8 回來了啊，各位！台灣翻到7大工業國，過去的 G8，台灣翻這個其實不太準。這些國家工業爛的一批，世界工業最強的中國也沒加入，不知道這個組織在幹嘛。不過有個事情很有趣，因為當初俄國會被踢出 G8 變回 G7，主要原因就是2014年克里米亞，而且當時他也不是踢出去，是被凍結席次。反正這一點是扯爆了。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但俄羅斯回到 G8，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川普還在想聯俄制中。再來，我覺得普丁是個能人，他很懂得要川普要什麼胃口。俄國凍結資金用途如下：俄國遭凍結的1000億美元資產將用於投資美國在烏克蘭主導的重建與投資計劃。本來被美國凍結這1000億就拿不回來，當然說個順水人情。那這裡面俄國可不可以分利潤？我告訴你，有意思的來了 ，US will receive 50% of the profits from this venture。美國賺50%的收益，那請問另外50%誰賺？他沒跟你講，但是出資的是俄國人，所以俄國是實股，美國是技術股，所以美俄合資。那烏克蘭被俄國打廢了，那重建資金由俄羅斯出，美國人乾股賺一半，另外一半不就俄國人賺？他沒寫，但擺明我還讓俄羅斯在你烏克蘭撈錢，所以真的悲哀。那投資什麼？烏克蘭的礦，所以烏克蘭的礦天然氣開始運營之後，美國收一半利潤，俄國收一半利潤。那請問烏克蘭幹嘛？出地、出人、出資源，利益美國跟俄國分。到現在美國全部無本投資，太狠了啊！要炸也不這樣炸吧？所以我說烏克蘭遲早賣黑土。最厲害來了，第一個，歐洲人繳錢 ，Europe will add 100 billion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available for Ukraine's reconstruction。烏克蘭重建，歐洲人上不了談判桌，但歐洲人先出1000億美元丟出來。我美國人插乾股，我要拿一半，然後歐洲人繳這個錢，直接被分了，太扯了。美國拿俄國來坑歐洲，那請問歐洲人拿什麼？更唬爛的是，歐洲人是出真金白銀哦，你休想拿俄羅斯的錢來賭這1000億美元。所以俄羅斯在歐洲被凍結資產，你要還給俄羅斯。那這些解凍的資金也不是回給俄羅斯，而是俄羅斯跟美國再合一個投資平台，防止美國跟俄羅斯衝突，不是防止未來俄烏的衝突，是防止美俄的衝突。荒謬到的極致。下一條馬上露馬腳，15條將成立美俄聯合安全工作小組，並推動確保本協議所有條款落實。所以最高主理機關是美俄聯合安全工作小組，所以我才說歐洲人分都分不到，就歐洲人等於白出了1000億，跟白痴一樣。歐洲還沒戰敗就先當戰敗國了，就這麼蠢。澤倫斯基能拒絕嗎？澤倫斯基能拒絕什麼？咕咕咕，可以拒絕什麼？快點，咕咕咕！我告訴你，討論這個沒有用，因為司機已經拒絕啦。大哥，別崩潰了好不好？所以什麼樣的腦子會去講這種話？大聰明，真的。I have a big brain, I have a big head, I know everything. You are idiots. You are so stupid. I'm the smartest. I'm the most smartest man in the world. 哦，好聰明，你們都好愚蠢。不要總是覺得自己是個先知，好吧？我真的只能用恐怖來形容現在的狀況。你永遠想不到美國人可以怎麼玩你，因為美國人真懂玩。我跟你講，這一份我直接定義了，叫做烏克蘭投降條款，這才是恐怖。國際政治現實就是這麼的要命，全部衝殺，一滴不剩，因為利益他要完全掌握。第16條。俄羅斯將把不侵犯歐洲與烏克蘭的政策載入法律，又來一個不平等條約。烏克蘭是要入憲法，俄羅斯只要入法律。第17條，美俄同意延長現有核武不擴散與控制條約，包含第1階段戰略武器裁減條約。因為核武不擴散條約裡面很重要的是針對中程導彈的部分，但基本上美俄玩核武軍備競賽，對美國本來就糟糕的財政是雪上加霜。那另外俄羅斯本來就不需要什麼擴散，因為俄羅斯
斯有全世界最多的核彈頭，5000多個核彈頭。再來，烏克蘭同意根據核子擴散條約成為非核武國家，這一條對烏克蘭非常致命。因為烏克蘭過去是俄羅斯核武的大量的儲存地，當年烏克蘭就是聽信了美國的一派胡言，加入了核武不擴散條約，然後烏克蘭的核武就被拆解了。但是烏克蘭的核武依然有足夠的技術，現在這樣一搞，相當於是要給烏克蘭搞永久無核化，烏克蘭又自廢武功一成，而且是美國跟俄國的聯合安全小組來執行，所以這個非常可悲的一個事情。再來，扎波羅熱核電廠是歐洲第一大，所以它需要這麼大的一個人工湖來做冷卻，目前是俄羅斯控制，但是它現在實際上是喪失了工作能力，因為這個大壩被炸了，所以這個湖已經沒了。結果這一條扎波羅熱核電廠在原子能總署的監督運作之下，產出的電力由俄烏55平分，這一條已經是俄羅斯家的，因為這50%的電力就足夠俄羅斯占領區大部分的居民跟基礎用電，這個相當於是把俄羅斯手中的牌再把它活化了，所有的東西應撈則撈，能撈盡撈，美國撈不到的就俄羅斯贏者通拿。再來，俄烏承諾在校園社會實施教育項目，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包容，消除種族主義與偏見，這個又是俄羅斯提的，去納粹化。確保俄語教育，相當於俄羅斯把他的手還伸進烏克蘭的教育系統裡面，就簡單一句話，就把課綱改成俄羅斯要的。再來，烏克蘭將採用歐盟的宗教寬容與少數語言族群的保障規範，所以採用歐盟標準，相當於宗教上面他們可以自己來運作，不受政府的干涉。澤倫斯基之前才幹了一檔非常猛的事情，俄羅斯東正教的聖誕節跟基督教的聖誕節是不一樣，東正教用的是1月7號做聖誕節，澤倫斯基強行改用12月25號，因為烏克蘭的東正教它的立法跟禮儀形式其實就跟俄羅斯一模一樣，那這個一搞下去，你得把人家的聖誕節改回去啊，語言少數族，你必須提供他們完整的語言教育教材，也就是俄語族群會擁有自己完整的俄語教材，而且你必須要提供俄語的標示，政府你必須要有俄語的使用，甚至要有俄語電視台，而這些東西全部被澤倫斯基取消掉了，所以澤倫斯基之前實施的歧視俄羅斯的政策要徹底的被消除。再來，兩國同意廢除所有歧視性措施，並保障烏克蘭與俄羅斯媒體與教育方面的權益。問題是，俄羅斯本來就沒有歧視烏克蘭語，俄羅斯也有地方的烏克蘭語媒體。俄羅斯是因為你在俄羅斯生存，不管你哪個民族的，你不講俄語，你沒辦法在俄羅斯生存，因為它官方語言就是俄語。納粹主義還有活動必須被禁止，而且是嚴禁。再來第21條，領土，笑死人！28條講到了第21條才在講真正重要的領土問題，包含美國在內的外界承認克里米亞、盧甘斯克、頓內茨克是俄羅斯的事實領土。我的天 ，de facto 事實承認，也就是美國不會再幫烏克蘭去討這些領土，所以你烏克蘭可以在法律上不承認，但事實上我美國就承認了，全丟。因為這個條約一出來就是叫你烏克蘭要滾。赫爾松跟扎波羅熱兩地將依事實接觸線凍結，等於實際承認了接觸線為界的現狀，相當於現地承認。再來，俄國將放棄上述5個地區以外，但還在手中經各方商地歸還土地。什麼意思？在他控制5個區域之外的，他要來做歸還，但是他會正常的歸還嗎？怎麼去實現？烏克蘭部隊要撤離目前還在手中的頓涅茨克州僅存地區，烏克蘭撤離地區將視為中立非軍事緩衝區，在國際上承認屬於俄羅斯聯邦領土，但俄軍不得進入此非軍事區。我跟你講，這個要命！前面才說美國是事實承認這些領土，後面變成國際承認的事實領土。我的天，這種東西在國際上也是非常罕見的，非常荒謬，等於是直接叫你割地了，沒什麼好講的。第22條，達成日後領土安排協議後，俄羅斯與烏克蘭均承諾不得以武力改變這些安排，若違承諾，任何安全保證均不適用。問題是，烏克蘭有能力打俄羅斯嗎？沒有嘛。所以如果俄羅斯違反了這些承諾，安全保證就不適用啊，那就知道為什麼一開始要寫這句話了。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in addition to a decisive coordinated military response， 我真覺得川啊，真是厲害。我就發明名詞，怎麼樣，來，怎麼樣？什麼樣的軍事行動，沒人知道，guarantee就作廢了。
被烏克蘭搞了半天，不就是需要這個 guarantee 嗎？那簽這個合約要幹嘛？那是不是搞笑嗎？這合約寫得越後面越誇張。俄羅斯不阻止烏克蘭使用第聶伯河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將穀物在黑海自由協議中達成運輸，就是說烏克蘭可以使用黑海來把它大量的小麥賣到全世界。這不就是一句廢話嗎？因為如果烏克蘭小麥不賣到全世界的話，小麥很貴。現在整個非洲的糧荒一直居高不下，所以為了要讓非洲這裡還是持續的有相對充實的糧食，這個黑海穀物協議必須要繼續進行，不然的話引起饑荒又要引起新一輪的戰亂了，這不是開玩笑。再來，成立人道主義委員會以解決尚待處理的議題，所有剩餘戰俘遺體將以全部換全部的方式交換，釋放包含兒童在內所有遭拘留的平民和人質，實施家庭團聚計劃，採取減輕戰爭受害者的痛苦。這個相當於人道救援部分，也是給澤倫斯基長期指控俄羅斯綁架兒童這件事一點點台階下啦，這個不重要。最後，這個是王炸條款，烏克蘭在100天內舉行選舉，澤倫斯基如果同意了這個賣國條款，3個月怎麼選？所以這個相當於是在恐嚇澤倫斯基。澤倫斯基他是19年上位的理論上他早就該選舉了，但是因為 martial law 就是戒嚴的關係，所以讓他還不用下台，所以川普才說他是個獨裁者嘛，拿戒嚴當保護傘，所以這是王炸條款。那這個時候美國要不要搞澤倫斯基就在看這個了，因為烏克蘭原本的全軍總司令扎盧日內將軍這個人的聲望比澤倫斯基還高，他被澤倫斯基強行放逐到了英國去當大使，所以這事情如果美國要搞他，就讓他從英國回去選舉，澤倫斯基就穩死無疑了。所以現在在看美國要不要叫你澤倫斯基滾蛋，所有參與這次軍事衝突的各方戰爭行為都得到充分赦免，並同意日後不再提出任何主張跟申訴。這一條歐洲真是輸到脫褲子了。因為從烏克蘭跟歐盟的定義裡面，俄羅斯是入侵者，而現在俄烏協議把它定義成一般戰爭行為，並且雙方赦免，相當於說這是一場發生在2個國家之間的正常 battle， 完全 GG， 所以普丁的國際通緝令也要取消啦，國際刑事法院通緝個節目，這是個正常的 battle you know， 所以大家都無罪，玩這麼大的嗎？ GG， 歐洲全部都懵了，普丁現在不是罪犯了，普丁現在是清白人生。再來，本協議具法律約束力，執行情況由美國總統川普擔任的和平委員會監督和保障，違反者將受到制裁。我超愛這一條，我不一定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我一定制裁這些搞事的人。整個合約裡面唯一被提到的人民，永遠是最偉大的川普總統。你以為他今年不拿諾貝爾和平獎，明年就不想拿嗎？後年就不想拿嗎？他想得不得了，真把俄烏搞定變成 Peace Council， 那真是高手，還不拿和平獎嗎？一定要拿。川普就誓死要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所以還特別把委員會命名叫做 The Peace Council， 而且任何人只要違反，通通會被制裁。我超愛這一條。一旦各方同意這份備忘錄，停火將在雙方撤至商定位置後立刻生效，並開始執行協議內容。這裡還是有個細節啦，必須要大家都撤到同意的定點，然後撤退誰決定快或慢呢？所以厲不厲害？玩的來了，綠媒狂報道，川普俄烏和平計劃翻車。他媽的，川普翻不翻車是你綠媒說的算是不是？美國議員川普就會怕是不是？川普哪裡怕？美國議員，然後司機說我拒簽。歐洲領袖跑到基輔去說要聲援。問題是歐洲也不團結，匈牙利川普總理奧爾班支持川普，因為他是匈牙利川普。這世界上永遠充斥着各種笑話，這些人拿川普有什麼辦法？還有歐洲國家強力反彈，不可接受。他說這個取決於烏克蘭自身的同意，也要歐洲同意。不是德國總理 Merz 哥們，這協議你們根本就沒有談，你還談接不接受？這個協議都不應該踏進去。結果他竟然說美國的提議可以作為討論基礎。這個戰爭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牽動的不單單是雙邊問題哦。天哪，我快瘋了！公三小，德國現在就是個廢物國家。除了意識形態，德國還剩什麼？真的有夠爛！盧爾梅克爾一半的精神會混成這副田地嗎？當年的德國是這個樣子，今天的德國是什麼樣子？可悲，德國都沒有實力跟美國叫板嗎？心態問題程度太差勁。梅克爾之後再無德國，英國首相斯凱爾相同態度。
對美方停火儀式進行努力，但還有細節上要補上，只剩細節要補上嗎？還跟澤倫斯基交換意見有什麼好交換的？歐洲現在真的是爛泥扶不上牆，梅克爾才退休個幾年，整個歐洲爛成什麼個樣子，淪為意識形態的僵屍了，沒有任何真實的實力跟力量來討論這些事情，非常的悲哀。澤倫斯基只說這份文件並非最後提案，可以調整，我們只希望能達成和平，這本來該實現，所以大家都批判了。哇靠，你這份清單是背叛烏克蘭，和平計劃跟普京的願望清單幾乎是一致。問題是又怎麼樣？就這樣幹？歐洲領袖有說這個方案絕對不可行嗎？綠營的退輔會前副主席李文忠表示，川普和平方案跟21世紀的慕尼黑協定差不多。李文忠錯了，但是他在以美要命。今天的和平方案如同21世紀版的慕尼黑協定，台灣應該學到教訓，保衛自己的家園是自己的責任，緊密跟隨民主同盟的旋律跟腳步之餘，也要不逾越對岸真正的底線，不與中國民族主義做對抗。哇塞，這是民進黨人能講出來的話嗎？我的天，民进黨有人是清醒的，所以代表民進黨人不是不懂，他們是裝不懂，假裝不知道。他辭了官才會講真心話，台獨就是一群騙子嘛。民進黨是壞，不是蠢，所以民進黨不配作為台灣人，我們才是台灣人啊。民進黨除了偷蒙拐搶騙，他們還做什麼？為什麼下台講真心話？因為沒有利害關係了，分不到根了，壞到沒邊了。民進黨下層那些青鳥是蠢，是一群蠢貨，愚昧到沒救。每天除了來我的背上面崩潰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崩潰的。但是上層人是壞，因為當他們沒關做，沒有利益糾葛的時候，他其實他內心真實的想法，他才敢講出來。青鳥就是一群悲哀的角色。最後從這份框架協議來看，川普是打算徹底透過賣掉烏克蘭來挽救美國在外交戰略上的徹底失敗，企圖用這個方式重新拉近跟俄羅斯的距離，並且讓美國可以在這件事情當中最少的受到損害。目前他具體的做法就是這樣。但問題，這種做法其實過去也發生過，包含美國當年選擇放棄蔣介石，最後只好在1971年用放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方式來挽救他當年錯誤的一個決定。那這個錯誤的決定造成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崩潰之後，美國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大陸的所有的利益，所以他只能用1971年2758決議文來做修補。再來，1975年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進一步呢強化了他必須找補的決心，南越就在這個當中呢就被徹底放棄，最後就崩潰了，所以只好聯中制蘇，所以在1979年的1月1號正式的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建交，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個事情。美國向來擅長用外交犧牲盟友來弭平自己在國際戰略上的失敗，這是用再次驗證的這樣的一個做法，這是可悲的。